如果一个将军到了退休年纪却被高层强制留级，甚至专门为他修改规矩，你觉得他手里是握着外星科技，还是拿到了什么保命符？今天咱们要聊的主角就是这位被勒令超期服役，在军中堪称骨灰级卷王的灵魂人物——台湾中科院院长李士强。说真的，在讲究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将领体系里，李院长这种退休后原地转聘的操作简直是匪夷所思。他原本在今年3月底就该脱下军装回家遛弯喝茶，结果呢，高层直接拍板，院长你别走，台湾之盾还没焊好，你得继续待在部队。这不禁让人好奇，这位李院长到底有多强，能让整个防务体系觉得没他不行？其实李院长最强的地方不在于他能亲自上阵杀敌，而在于他那个让全世界军工巨头都挤破头的超级朋友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搞科研的机构硬是被他带成了一个国际军工实交达人。看看他最近签下的那份 MOU 名单，安德里尔、诺斯罗普、格鲁曼、盾牌 AI、克拉托斯，好家伙，这哪是合作名单啊，这分明是把全球最顶尖的暴力美学大厂都拉进了一个群。从搞 AI 无人机的到搞高空拦截系统的，从美国大厂到加拿大新创，全都成了他的座上宾。而李院长之所以这么拼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台湾打造的密不透风，同时将台湾制造的军事装备推向国际市场。那么问题来了，李院长打算怎么把台湾打造的密不透风？台湾制造的武器库里到底藏了多少狠货？很多人一听到盾，第一反应就是以色列那个拦截火箭弹的铁穹。但是如果你觉得台湾之盾只是铁穹的复刻版，那你就太小看李院长的野心了。以色列的铁穹主要拦截的是几公里到几十公里的短程目标，像火箭弹、炮弹之类的小喽啰。而赖清德宣誓要打造的这个台湾之盾，目标是建立一个分层防御、高度感知、有效拦截的严密体系。简单点说，就是不管你从高空、中空还是低空飞过来，我都有应对的方案伺候你。要知道，台湾现在可是名副其实的飞弹岛，所以现在的关键任务不是再多造几枚飞弹，而是把现有的这些飞弹串在一起。以前的战术是各打各的，谁的雷达发现了就让谁去打。为了摆脱这种现状，李院长就制定计划，希望实现网状化防空，也就是爱国者的雷达发现了目标，可以指挥天宫飞弹去接战。这种传感器到射手的深度整合，就是台湾之盾真正的核心技术。那么在台湾之盾里都藏着什么狠货呢？首先是这套拦截网里的尖子生天宫3型。天宫3型是台湾自研的骄傲，拦截高度可达45公里，射程超过200公里。它不仅能打战机，还能拦截巡野飞弹，是守卫领空的主力干将。但这还没完，为了应对更高的威胁，李院长掏出了他的大杀器强攻飞弹，也就是天宫4型。这个强攻更是不得了，它的拦截高度直接提升到了70公里以上，其中 A 型弹的目标拦截高度甚至能达到100公里。这是什么概念？这已经达到了美国萨德反飞舰系统的拦截水平了。它能在稀薄的大气层边缘直接把来袭的目标给撞个粉碎，这就构成了拦截网里最高层的高空防护。那么问题来了，各位观众老爷，你们觉得是买现成的萨德划算，还是自己研发强攻飞弹更香？欢迎在弹幕里分享你的看法，咱们一起讨论讨论。看完了自研的天宫，这套系统里还有美系的常青树爱国者3型。爱3主要是用来拦截弹道飞弹的，防御高度在22公里左右。它跟天宫3型形成了互补，一个负责远程拦截，一个负责末端精准敲掉。这就好比足球场上的双中卫，一个身材高大负责投球，一个速度快负责补位。但是把这些不同厂家、不同国家的系统整合在一起，难度堪比让一群互不认识的各路明星同台跳广场舞。而这就不得不提刚才提到的诺格公司和他们的 IBCS 整合战斗指挥系统了。美军就是用这个系统打破各大门派的偏见。以前雷神公司的雷达只能接雷神自家的飞弹，洛马的也一样。但有了 IBCS， 只要在这个网路里的感测器，无论谁发现目标，都能派最合适的打手去接战。这种 A 控 B 导的能力才是现代防空的最高境界。李院长现在砸下3000亿预算，重点之一就是要把这套系统引入并本土化。并且为了让这个盾更聪明，他还专门成立了人工智慧专案办公室。毕竟在万箭齐发的极端情况下，靠人脑去计算谁打谁，那肯定会手忙脚乱。
这时候 AI 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它能瞬间分配合理的火力方案，从而实现真正的全领域战场情资整合。所以说，这个台湾之盾如果真的建成，那可比单纯的铁穹要强悍得多。要是非要形容，它更像是一个缩小的美国金穹。据公开资料显示，美国的金穹是为了保护本土不受高超音速武器攻击而打造的防空系统，预算高达1750亿美元。两者相比，台湾之盾虽规模稍小，但在技术路径上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看齐了。聊完了天上的盾，咱们再聊聊海上的矛。在台湾的武器库里，有一个名字让周边所有海军都不敢小觑，那就是雄风系列，尤其是雄风2型和雄风3型，那都是打击海上舰船重要火力。其中雄风2型算是老大哥，虽然年纪大点，但现在的精进款据说已经换上了最先进的晶片，射程直接翻倍，能打160到200公里。而且由于它采用了亚音速飞行，飞行轨迹可以设计得非常刁钻，甚至能在贴近海面的高度蛇行。这种低空突防的能力会让很多雷达在最后一刻才发现它，那时候想拦截可就晚了。反电子干扰的设计也追平了欧美先进水准，主打一个稳健。如果说雄2是以柔克刚的太极高手，那么雄风3型就是霸气外露的重剑。雄3最出名的标签就是超音速，它在接战阶段的飞行速度极快，留给防空系统的反应时间极短。它的最大射程据传已经达到了250公里，基本上覆盖了周边关键海域。现在的最新消息是雄3也要进行晶片大升级，由此推断，李院长的思路很清晰，只要晶片够强，老飞弹也能焕发第二春。此前就有消息称，台湾军方将增产232枚精进款的雄风飞弹，可见对它的信任度有多高。这些飞弹不仅部署在军舰上，更厉害的是它们大量的暗制机动化，几十辆发射车往山里一钻，或者在公路上快速移动，找都找不到，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心理压力。你不知道路边哪辆看起来普通的货车其实装载着2枚超音速飞弹。这种以陆制海的策略是目前最有效的不对称手段之一，而且雄风飞弹的生产线现在已经实现了高度的 MIT， 这意味着在特殊时期不需要依赖外部补给，自己就能源源不断的生产。这种生产韧性才是最让对手感到棘手的地方。想象一下，成百上千枚超音速飞弹分布在各个角落，这种饱和攻击的力量，试问谁敢轻易尝试？除此之外，光守在家门口可还不够，真正的防御往往需要具备够得着对方的能力。这就引出了台湾远程打击的2位代表作万箭弹和雄升飞弹。万箭弹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武侠，它的全称是万箭机场联合遥控武器，它是挂载在 IDF 经国号战机底下的集束巡野飞弹。之所以被称为机场杀手，是因为它一枚弹头里面装填了几百枚死炸弹，当飞弹飞抵机场跑道上空时，这些死炸弹会像天女散花一样铺满整个跑道。哪怕你是最新型的隐身战机，只要跑道上密密麻麻全是坑，你也只能乖乖趴在机库里当靶子。而且万箭飞弹具备防区外发射的能力，战机不需要飞进对方的防空圈就能投弹，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极大的提高了飞行员的生存率。如果说万箭弹是负责拆迁跑道的，那么雄升飞弹就是负责点穴的。雄升飞弹其实就是雄风2异型地对地巡野飞弹的代号，这玩意儿可不得了，它的射程据传达到了惊人的1200公里。这是什么概念？这个距离足以涵盖周边很大范围内的重要军事设施。而且雄升飞弹有2种弹头，一种是高爆弹，专门对付指挥所和坚固掩体，另一种是散撒弹，也是用来瘫痪大面积目标的。在去年的正义使命2025演习模拟中，雄升飞弹的发射车就神秘地出现在道路上，这种平时看不见战时满地跑的机动性，让它成了名副其实的幽灵刺客。1200公里的射程意味着防御纵深被极大的拉长了，这不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心理上的博弈。你不仅要防备天上的飞弹，还得担心家里的关键节点会不会被精准点名。值得注意的是，李院长在推这些项目时，非常有远见地引入了大量民用晶片转军用的技术。现在的巡野飞弹比拼的不仅是发动机和燃料，更是地图匹配和影像识别算法。
而这恰恰是台湾的强项。毕竟全世界最顶尖的逻辑晶片大都在这里生产。在聊完这些大块头之后，我们最后得看看现代战场的新宠无人机。李院长最近签的 MOU 名单里有一大半都是跟无人机有关的公司，这说明他非常看好无人化战场的潜力。目前台湾最拿得出来的无人机莫过于剑翔反辐射无人机，这种无人机长得像是个小三角形，其实它更像是一枚会飞的巡夜飞弹。它跟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非常类似，专门对付敌方的雷达系统。它可以长时间在目标区域盘旋，只要你的雷达敢开机，它就会循着雷达波直接冲下去，实施自杀式攻击。这种无人机的成本相对较低，可以大规模集群发射。当几十架剑翔在空中游曳时，任何防空雷达都不敢轻易长时间开机，这就让对方的防空系统陷入了开机就被炸，不开机就瞎的两难境地。除了这种自杀式的，还有像瑞渊2型这样的多功能无人机，它主要负责长航时的侦察和搜救，甚至可以挂载小型弹药实施精确打击。瑞渊2型的续航力和侦察精度比1型有了质的飞跃，配合上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它能自动在复杂的海面上搜寻可疑目标。李院长之所以大力推动无人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战略考量，就是打造无人载具的全球供应链。现在的乌克兰战场已经证明了廉价、大量、智能的无人机能改变战争走向。台湾拥有全球最完整的电子产业链，从碳纤维机壳到卫星通讯模块，再到核心算力晶片，基本都能在岛内解决。这种自主化的供应链正是目前欧美国家梦寐以求的。所以李院长频繁接触像艾瑞 Renovant 这样的公司，目标不仅仅是买人家的东西，更可能是要在台湾设立产线，实现台美合作，台湾生产销往国际。这要是真做成了，台湾就不仅仅是芯片岛，还得加上一个军工供应链岛的头衔。好了，咱们聊了这么多，从李院长的超级服役聊到了密不透风的台湾之盾，从海上的雄风聊到了1200公里的雄升，再到遮天蔽日的无人机群。大家发现没有，李世强院长的思路其实非常超前，他不仅仅是在搞几个武器项目，他是在把台湾的产业优势转化为防务韧性。以前咱们说台湾有龟盾，觉得靠半导体晶片就能让全世界保护它，但现在的策略更进了一步，那就是要把这种技术优势直接固化成实实在在的军工肌肉。当台湾制造的军用晶片、无人机组件，甚至是整枚飞弹进入北约的供应体系时，那种深度绑定可比单纯的买卖关系要牢固得多。李院长虽然已经退休转聘，但他的任务才刚刚开始。未来的台湾之盾能不能像他构想的那样，通过 AI 和 IBCS 实现真正的智慧防空？台湾制造能不能在高端军工领域闯出一片天，成为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些问题时间会给我们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位超期服役的老将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利用自己丰厚的台美交流经验，正在为这片土地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科技屏障。各位观众老爷，听完今天的分享，你对台湾制造在军工领域的未来怎么看？你觉得李院长签的那些 MOU 名单里，哪一家合作会最先开花结果？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见，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